你相信轮回吗？如果你相信轮回，那么你今生做的善业够吗？下一个轮回你想去往哪里？你又不想去往哪里？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那么你就要充分了解轮回。说起轮回，就要从一张六道轮回图说起。六道轮回图也叫因果报应图，或是生死轮回图。如果你在西藏的话，无论参拜哪个教派的寺庙，大多都逃不过这幅著名的六道轮回图。对佛法不了解的人，只会因好奇心驱使，多欣赏两眼这六道轮回图，而更多的人则是匆匆一瞥。我们该如何看六道轮回图，从而更好理解佛教教义中众生生死轮回、受苦及脱苦的教法呢？大家好，本期内容我们来介绍一下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图通常被巨大而有着狰狞面孔的魔鬼阎罗法王四掌支撑着，象征把整个世界都控制在掌中的无明。轮回图分为3至4个圆圈。一、最内圈在图的正中央，即大轮的轴心部分是一个小圆圈，圈内有3种畜生：鸽、蛇、猪。蛇、鸽由猪口而出，这3种动物分别表意贪、嗔、痴这3毒。这3毒念是凡夫的根本烦恼，也是令我们不断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。鸽的特征是贪欲无足，这是传统的说法。现代的西方动物学家经研究后发现，鸽是所有生物之中性交频率最密的，这似乎与佛教传统说法不谋而合。蛇是嗔恨的表意，如果你以手指头轻轻碰一下一条蛇，它马上便会发怒，马上便会咬人还击，所以画中便以蛇代表嗔恨。猪不会分辨好坏、干净或肮脏，它只会狼吞虎咽地把任何东西吃下肚子。在平时，猪也只懂吃、睡及拉粪，其他就什么都不干了。可见以猪来表意愚痴的确是贴切的。图的中央最内圈中，蛇和鸽都画成由猪的口而出，这就正是表意贪欲及嗔恨原出于愚痴。二、内第2圈，环的半边是黑的，另半边则是白的。在黑的半边环中有3个小图形，这是代表了将投入畜生、恶鬼及地狱道的中阴身。这半个环说的是众生因贪、嗔、痴3种烦恼，驱使造作黑业或不善业，便会在死后感召黑业果，而投生于畜生、恶鬼及地狱道中。图中的畜生、恶鬼及地狱众生的头部都向下，表示这3种生命形式是痛苦的下道转生。在另半边环中，背景是白色的，内有3个头部向上的图像，代表将生于天道、阿修罗道及人道这3种生命形式的中阴身。这半边环说的是众生因造作白业，将感召业果，而于死后受生于天界、阿修罗界或人间。这3种生命形式比前述的3恶道较为少苦，故称为3善道。3、中圈，在外一圈，第3环又分为6格，即为6道众生或6界。佛教中所指一切生物因业力导致的6种果报。正上方为天道，刻日月绕须弥山顶，顶上有安宫殿，此道清洁光明，富丽堂皇，非人类世间所能比拟。天界分为欲界、色界及无色界天。欲界天虽然享乐无穷，但由于这里的有情难遇痛苦，所以也无从生起修行之心。虽然欲界天有情的福乐极大，他们却也并非全无痛苦。在与阿修罗作战时，他们或会受伤，有时候他们又会被更大的天神欺侮，或者因自己的荣华不及其他天界有情而感到自卑。此外，由于他们能知自己的前生及预见未来的一世，预见自己由6道高处堕入最脏及最苦的地狱中，在临死前他们便经历很大的恐惧。天道之右为人道，
此道为世人所居，人类之所。众生因不善业而投生于三恶道，而因善业而感召生于三善道。在三善道中，生于天道福报最大，修罗道次之，人间则再次之，但人间却是最适宜修持佛法的地方。在人间投生要饱受八苦，这八苦分别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不过虽然在人道之中苦不堪言，但也是最容易修成正果的一道了。天道之左为阿修罗道，画有手持诸般兵器的阿修罗像。这一道中的众生福报极大，寿命又极长，与天界众生分别不太大，所以阿修罗道亦称为飞天。生于此道中的众生虽有极大的善业力，但嗔恨及妒忌心强，故不能生于天界而生为阿修罗这一种似天而非天的生命形式。阿修罗道中有一棵如意果树，树身在阿修罗道世界，树顶却延伸至天界之中。33天的有情可以尽情享用这树所结的果实，但阿修罗众生却无法享受果实，所以便十分妒忌。他们不甘天界众生坐享其成，所以便会常常尝试以斧头砍断如意树，以令大家都没好处。但天界的众生只需由上撒下一种甘露，树便会马上重活过来，这令阿修罗更加生气和妒忌。同时，天道中的有情常对阿修罗世界中的女色垂涎，时常抢夺阿修罗女。为这些原因，阿修罗便常常向天界宣战。正下方为地狱道，有漆黑的地狱门，一马面狱卒正欲把一罪人扔进油锅中，此道为众苦聚集、悲惨至极之所。地狱道之右是恶鬼道，一恶鬼手擎一人，口咬人头。地狱道之左是畜生道，克一狮、一牛、一马，任人持驱，互相蚕食。此道是一切动物群聚之处。畜生的特点是愚痴，恶鬼痛苦虽比畜生重，但他们却能明白佛法。畜生中虽也有某几种略有较高智力，但普遍来说他们愚痴，无太精密的思考能力，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做任何善业。六道中的前三道被称为上三道，又称三善道；后三道被称为下三道，亦称三恶道。其中最悲惨、最痛苦的是地狱道，最快乐、最美好的是天道。四外圈，最外圈第四环共分割为12个，代表12月转生因果的图案，代表了时间的轮回，表达了众生在六道中生死流转的运作过程，以及佛学名词中的12因缘。在生死大轮的最外环是12个小格子，每个格子中都有一个小图，这12个小图表达了众生在六道中生死流转的运作过程，以及12因缘。环上端右边的小格表达的是无明，其余的11格顺时钟下来便是形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及老死等其余11支，它们一支引至另一支，互相有因果系，12支串起来就如一个环，令众生头昏脑胀，不知情的不断作业，不断生死轮回。五无常死主，整个生死大轮由一个凶恶的怪兽掌持，这个露出獠牙的凶猛怪兽便是无常死主，亦称阎王。包含了六道在内的大轮，由他手持几口咬，表示六道内的有情众生，上至天界的生命，下至地狱众生，无一可逃离死主的掌握，也不可避开被死主吞噬的命运。在图中，佛陀站在生死之轮图主体以上，表意佛陀早已脱出生死、六道轮回及阎魔死主的控制，得到了无苦的自在境界。他的手指两段结纹及一个月亮，是在引导我们依记文中的教法去做。
便能像他一般，达到了以月亮表意的无苦自在境界。六道轮回图通俗地说教了佛教轮回思想，是佛教人生观的物化表述。它以具体可视的形象阐述了佛教因果论、因缘说、业力说的基本教义。然而佛教又认为，坠入轮回之中并非无法解脱，轮外左右上方刻有颂节，意思是只要勤修戒、定、慧，断除无明，斩断烦恼，熄灭三毒，就能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得正果而成佛。人生在世本身就是一场修行，想要进入好的轮回，唯有此生行善业，无贪念，积善缘，愿人人都能得到福报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